朋友们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昨天呢，知名的金融大脑乔治·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是再次的发文，公开的抨击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的一个决定，并且呢，继续的猛烈炮轰习近平。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极其不寻常的现象了。因为呢，这个是索罗斯在大牌媒体公开发表的第3篇声讨习近平的文章了。在此之前呢，索罗斯曾经是在8月13号就是在《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第1篇的文章，严厉的抨击过习近平。然后呢，他又在8月30号是第2次投书到《金融时报》，痛批习近平，说他根本就不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中共对国内的财经自媒体进行全面的封杀，唯恐民众知道一丁点经济不利的消息之际呢，索罗斯呢这个金融圈真正的大佬级人物，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立马的就站出来充当了全世界声音最大的一个金融黑嘴了，就是异常高调的唱衰中国的经济，同时还要妄议习近平的治国韬略，他当然就是非常引人注目了。那么中国过去呢有句老话叫做事不过三，就什么事情呢，它一旦要是到了3次呢，就意味着它到了一个临界点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呢可能就要发生变化了。索罗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着习近平，这明显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投资利益受损的人对肇事者的这种不满的程度。我们过去呢，曾经在这个多次的节目中和大家有讨论过，就说美国的极左势力呢，从它的根源上说呢，其实它与共产主义呢是同一个来源，只不过是因为身处西方这种自由民主的社会嘛，所以呢，他们呢没有去强调暴力夺权的那一套东西，而是呢转而推崇所谓的温和的渐进式的共产主义。但是呢，你不管它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它都是共产主义在不同地区的马甲而已，对吧？所以呢，照此来说呢，索罗斯这个极左大佬呢，他本来应当是成为中共的盟友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期呢，索罗斯他的确也曾经与中共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他立志要当男儿，要把这个共产主义发扬光大的时候，这个索罗斯他却反而翻了脸，把这个习近平视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呢？其实答案呢就在索罗斯他自己写的这3篇文章之中。我们先来说一说他昨天最新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他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这个贝莱德公司向中国投资的这个决定，就说该公司是误解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赚钱，但是呢，现在去向中国倾注数十亿美元是一个悲惨的错误，它很可能给贝莱德的客户带来损失。而且呢，索罗斯呢并没有把他的这种抨击局限在一个金融大脑看待一项投资是否恰当的一个技术范围之内，他是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直接就升级到了说贝莱德将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个高度。因为呢，贝莱德的投资呢将会帮助巩固习近平的政权，而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呢正在进行2种治理体系之间的生死的冲突，也就是压制性和民主性。那么在这个文章的最后呢，索罗斯还大声的疾呼说，国会应当要通过立法，授权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来限制资金流向中国，这一努力应当要得到2党的支持等等。那么这个限制投资中国的呼吁呢，其实在索罗斯的第2篇，也就是他在8月30号发表于《金融时报》的批习的文章之中也是出现过的。索罗斯呢，在这篇文章中，他就列举了习近平对私营企业的一系列的打压，然后呢，就抨击习近平，说他不懂市场经济，说这个中共的金融当局不遗余力地安抚这些外国投资者呢，完全就是一个骗局。原因呢，就是在于习近平呢，他把所有的中国公司都是视为一党专制的国家工具，他只是热衷于打造一个升级版的毛泽东的政党。但是呢，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没有股市存在的，所以呢，
对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去进行投资的人呢，等在他们前面的恐怕就会是当头一棒了。那么在我看来呢，索罗斯他批这个习近平三部曲啊，真正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应该是他的第一篇。我们光看他的文章标题，可以说就是火药味十足的。这个标题呢，他是这么写的：习近平的独裁威胁中国国家。这篇文章一开篇呢，索罗斯就毫不隐晦地直指习近平，说习近平的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他对公众声称啊，想让中国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呢，这个与他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实际行为之间是冲突的。然后呢，这个文章就说，习近平面临的矛盾是在中美冲突的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而中美冲突的核心呢，是两个国家代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理体系。美国呢，代表的当然就是民主的开放社会了。政府的作用呢，它是保护个人的自由，而习近平则认为呢，他是正在继承毛泽东发明的一种优越的组织形式，这是一个个人服从于一党专制国家的集权封闭社会。习近平认为这种制度是更有纪律性、更强大，因而将在中美竞争中获胜的。然后呢，这个索罗斯他就提到了，我认为啊，是他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比了习近平和邓小平的差异。接着呢，就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取得了成功的，因为邓小平意识到西方要发达得多，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那么邓小平是希望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崛起，而不是截然与之对立。此外呢，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索罗斯他反复的提到了习近平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寻求连任，那么打压私营企业呢是其清除阻力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啊，他不仅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他也让整个中国人民都成为他的受害者等等。我们从这个批习三部曲这个系列文章内容来看啊，可以很清楚的就看到，索罗斯呢，他炮轰习近平的原因呢，其实就两点。第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对外呢，他在构建并且去推广他的集权体制的这个治理体系，这个与民主开放的体系呢是水火不容的。第二一点呢，就是习近平啊，他对内呢是在谋求连任，所以呢，他摧毁了邓小平的路线，也摧毁了外资安全的进入中国市场去赚钱的通道。那么这两点啊，它看起来都是客观的事实，对吧？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呢都不否认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索罗斯呢，他不是普通人，他不仅是一个金融大佬，他更是美国极左势力的那些全球主义者中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同时呢，也是被大众普遍的认为是深层政府，也就是那个 Deep State 嘛，缩写叫做 DS 的，是这个深层政府的核心成员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嘴里说出来的民主开放体系，其实呢，和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理解的那个民主开放的含义，它其实是有所不同的。作为财雄势大的极左的全球主义者，索罗斯他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来逐步的削弱，甚至最终是取代国家政府的职能。这一点呢，它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那个要让国家、民族、宗教全数都消亡，最后达成一个消除了所有贫富啊、种族等等差别的所谓的大同世界，我们会看到其实二者之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所以呢，索罗斯他说的这个民主开放呢，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的。就像他自己在文章中强调的说，邓小平是希望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来崛起。那么这里的西方主导，显然它应该就是指极左势力所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了。那么索罗斯他对邓小平是很认可的，其实这个判断在我看来它是有大问题的，只不过呢，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索罗斯这个白左他痛批习近平这个毛左，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过去这些西方的极左势力呢，他们一直都是把邓小平路线的中共
其实是视为自己的工具的，他们视为自己建立全球政府的一个帮手的，所以当初才是大力的去扶持了中共。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呢，习近平路线的中共已经显然是不满足于过去这个地位了。也就是说，这个曾经的帮手呢，他现在准备要喧宾夺主了，要反过来把西方白左们都当作工具来使用了。他们发现习近平所说的那个全球化呢，原来是要由毛左来主导的这种全球化。白左们呢，其实一直都是被中共视为有用的白痴的一群人。这一点啊，可以说才是真正的触动到了极左势力痛点的地方。索罗斯们猛然的发现呢，原来自己多年以来呢，一直都是在养虎为患的。那么正是在这样的可以说是当头一棒中，索罗斯呢，自然而然他就过渡到了第二个原因，也是第二个关键，就是要阻止习近平连任了。我们看到这3篇文章呢，它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复的在强调习近平他在重回毛泽东的路线，将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是视为对原教旨的红色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帮助的。所以呢，他才对一系列的私营企业去大打出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任何前往中国去进行投资的行为，不仅其个人会面临的这种肉包子打狗的风险，同时呢，也等于是胳膊肘在往外拐嘛，就是帮助了集权专制，危害了民主自由。所以这个表态呢，它就不仅仅是索罗斯他个人的表态了，它其实啊也代表了美国极左势力的很大一部分。我们换句话说，拜登政府不方便公开说出来的话呢，现在其实是让索罗斯给说出来了，那就是呼吁各大资本停止对中共输血，要制造更大的经济压力，因为这样呢，可以变相的给党内的反习势力呢递刀子。如果说大家彼此能够默契地阻止习近平连任，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起重温邓江湖时代啊，联手闷声发大财的那个好时光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索罗斯所表现出来这种反共呢，它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就是他反的呢是习共或者说是毛共，但是呢，他似乎并没有反邓共。那么索罗斯啊，他以为邓小平和毛习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误判。毛邓习其实呢，他们是一直都在贯彻一个长远的百年战略。邓小平他所表现出来的开放和一定程度的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呢，它其实只是一种战略欺骗了。当然，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啰嗦讨论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习近平晋升上将的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啊，之所以引起海内外普遍的关注呢，并不是因为习近平他晋升上将的本身，而是呢，这一次的晋升出现了很反常的现象，尤其是集中在西部战区。在9月6号，就是中共中央军委呢，他们在北京8·1大楼就举行了这一次晋升的仪式。习近平呢，向晋升上将军衔的5名将领又颁发了这个命令状，他们分别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球，还有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那么这一条看起来味同嚼蜡的新闻呢，却犹如在池塘中投下了一块大石。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西部战区司令员这个职务身上。自从这个习近平开展军队反腐并且实施军改以后呢，西部战区的司令员他是由赵宗祺是这个人在2016年初担任的。那么在去年12月呢，赵宗祺他就是正常的退休了。那么就由原中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张旭东来接替了他。这个张旭东啊，他是曾经长期在原沈阳军区服役的。在习近平军改以后呢，就是2017年的3月，他就被提拔为这个中部战区的陆军司令。第2年，也就是2018年的2月，又升任中部战区的副司令员。到了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12月呢，张旭东是再升了一级，成为西部战区的司令员。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在3年多的时间之内，张旭东是连升3级。同时呢，他又曾经在2019年的中共建政70周年那个阅兵式中，是担任了联合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按说啊，这样的一个资历，这样的一份就是履历啊，这个张旭东他应该是深得习近平信任的人才可以的。但是非常蹊跷的是呢，就是张旭东在西部战区司令任上啊，他才仅仅待了半年时间，就在今年的6月被他的部下，也就是西部战区的陆军司令员徐启林给替换了。而这个徐启林呢，才上任了仅仅2个月，可以说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立即又被习近平昨天刚刚提拔的这个汪海江给替换了。而且呢，所有人都有注意到了，就是无论张旭东还是徐启林啊，官方都没有提到说他们卸任以后的去向是哪里。也就是说呢，从赵宗奇开始算起，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之内，先后就有4个人出任了西部战区的司令官。这个可以说不仅仅是空前的，恐怕也会是绝后的。而这一番极不寻常的人事更迭之中呢，这个张旭东他显然就是最核心的那个人。这个现象他当然就引发了媒体的围观了。实际上啊，还在这个徐启林接替张旭东的时候，就已经有传闻是满天飞了。有说张旭东是涉及到腐败呢，被拿下了；也有的说啊，他是因为某些事情东窗事发而叛逃到了海外了。这些传闻呢，目前都难以证实。但是呢，从官方公布的这种信息看呢，张旭东他正常的接替这个退休的赵宗奇以后呢，仅仅待了半年就被拿下去，他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张旭东的去职，他应该是某种紧急状况下才换下去的。我们看到啊，有这个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他就报道说张旭东和徐启林呢，都是因为突发了健康原因才被替换掉的。其实这种说法呢，多少就有点愚弄大众的智商了。我们且不说啊，2位拥有顶级医疗待遇的这种大军区司令员，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接连的这种身体出现大问题的概率，它究竟有多低？我们就算说啊，它真的是属于健康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军区司令员他并不是国家领导人，对吧？官方他其实完全是可以公开的做出一个简单的说明，来平息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的。而我们看到这些并无操作难度的动作呢，通通都没有出现。所以呢，张旭东的去职呢，他更大可能是出于政治因素，而并不是什么身体不好啦，或者说是工作能力不足啦等等这些技术上的原因。我们从张旭东被紧急接替的这种状态来看呢，不排除他是因为卷入了腐败，甚至是因为政治忠诚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接替者就是徐启林啊，他其实从2016年起，在这个中部战区任职的时候，他就是担任的张旭东的副手。那么当这个张旭东去职的时候呢，徐启林他其实同时也在西部战区担任的是陆军司令员，所以他们2个人可以说是关系密切的。所以我们就不妨大胆的推测一下了，就说这个徐启林他接替张旭东呢，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很有可能啊，只是紧急情况下的临时过渡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呢，这个徐启林呢，他只是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他并没有得到习近平真正的信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徐启林他上任才仅仅2个月，就立即被这个汪海江所替换，应该呢就是习近平经过考察以后，他基本确定了汪呢才是当前他比较满意的人选，于是呢才火箭提拔这个汪海江正式的接管了西部战区。所以这一次军种和军区司令员的大更换呢，它明显的与11月即将要举行的这个6中全会是有关系的。这个呢，它也说明，就是在中共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体制之下呢，习近平他对军权的控制呢，他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牢固，他甚至都难以真正的信任掌握军权最重要的这么少数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这个可以说就导致了他严重的不安全感。
此外呢，在前不久，可能大家也都还有印象，就是南华早报曾经有爆料说军方是直接的向这个习近平有反映过，说这个战狼外交呢树敌太多，所以军方呢不愿意为此去背书，去收拾这个烂摊子。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个是军方对外交系统有所不满，但是其实谁都知道，这个战狼外交它一直都是习近平自己拍板一手主导的，所以呢，军方的意见呢，它实际上呢是在含沙射影的提醒习近平，就是说军队呢不愿意现在就盲目的去和美欧等等国家直接的爆发战争，这个就必然使得习近平他会认为很多的高层军头并不值得他信任，因为他们不能够完全的听党的指挥嘛，他需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完全服从自己命令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众多的军队将领未到退休年龄就被更换下去，也可以说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